那每年7、8月呢，就是四川这边藏区松茸上市的时间。这一次出差经过香格里拉，看着时间刚刚好呢，就准备去买2斤松茸带回家。我比较意外的是，香格里拉居然还有一个松茸交易市场。这外面这群人都是购买好了再打包，或者直接买好了冷链发走的那种。然后进去呢，都是一群收购商，叫价也是看心情看人下菜的。就比如第一个看我比较傻白甜，就跟我说开花的180一公斤，没有开花的呢360一公斤。后面那个更不靠谱，可能因为我单纯天真的外表吧，居然一上来就跟我报价450一公斤，我都不想搭理他们。它是有2种的，这个9到12的贵一点，然后7到9的这个又便宜一点。你就说价嘛，说价。这个9到12是450，这个呢？这个是所谓的开花和不开花呢，其实就是松茸成长的阶段不一样。这种菌类生长的时间很短的，那种还没有变成小伞的，就是没有开花的，这种价格就很高。无论是口感价值呢，它都会更高一些，所以价格呢也会更高一点。但是高在哪里，我觉得也是一个玄学。那种已经长开的成为一朵小伞的时候呢，就是已经过了最佳的生长期了，这种价格就会砍半。我最后选择了一家里面的购买的品相既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差的那种松茸，大概就是优良参半的那种哈，成交价180一公斤，真的很划算。然后赶紧提上飞机飞回成都。这个东西很娇气的，就这2天成都室外可能35度左右，就有一些感觉变得已经不太硬扎了，表面出现了一些滑腻腻的状态，可能就说明它快要不行了，需要赶紧回家吃。松茸呢是一种很名贵的菌类，贵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本身含有一种天然的抗癌成分，叫做松茸醇，主要来源于它表面这层看着脏脏的黑色物质。而且很神奇的是，它表面这个黑色的东西哈，也就是它香味的主要来源。松茸鲜美其实主要就是这一层东西鲜美。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吃松茸的时候，完全是听别人说好吃就去搞了2斤，但是我并不知道它好在哪个地方，而且我看表面这层黑色的呢很不顺眼，所以我就直接拿到自来水管上给冲了个干干净净。然后最后吃的时候呢，就觉得就很像几根杏鲍菇，我实在不知道到底鲜美在哪个地方了。哎呀，简直心痛的捶胸坎儿。就松茸的清洁呢，虽然网上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用水洗，而是用湿巾擦掉表面的泥巴就可以了，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保留鲜美的那种。但是我觉得相比于保留它的鲜美，吃下去2坨泥巴呢，我才更加难以接受。所以我选择了一个相对折中一点的方式，就是先用刀在尾巴上把尾巴上的泥巴轻轻刮掉，然后看一下身上有没有很明显的那种大块泥巴，如果有的话也给它这样轻轻刮掉，然后拿到水管上，把水龙头的水开小，很迅速的洗一遍，基本就是摸着没有泥沙的那种状态就赶紧起来了。最后用厨房纸巾给它吸掉表面的水分，全程可能也就几秒钟哈。关于保存呢，就是吃不完的松茸你不要去洗它，可以用厨房纸巾一个一个的包起来，放进冰箱冷藏柜，这样呢可以保存2到3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3天以后，你会明显感觉到松茸的重量它是变轻了，而且香味也消失了很多，所以呢，还是尽快吃为上。至于松茸怎么好吃，我在网上也搜了一下各种做法。就我个人测试下来呢，我觉得排行榜第一的还得是黄油煎松茸片，就是清理好的松茸切片，差不多3到5毫米左右的厚度就可以了。黄油下锅，然后就把松茸丢进去煎。2面煎的金黄的状态呢，就可以出锅了。这种几乎是我试过的保留松茸那种香味的最好的方式，而且煎完了以后就发现手都是香的。第2个方式呢，我觉得就是松茸刺身。这回我也算一个孤勇者，就是第一次吃野生菌就献给松茸了，还是生吃的那种哈。老方法，切片，然后蘸芥末和寿司酱油。我试了一下寿司酱油和生抽呢，在口味上差别还是很大的。第一口呢有点小惊艳，但我后来发现芥末和酱油的味道呢会掩盖松茸的一些气味，所以我把这个方法排在了第2。第3个呢，我比较推崇松茸炖鸡，我是用了半只剑门关的土鸡，没有切小也没有炒，因为炒需要考虑用什么油，很多油呢本身味道很重，会掩盖松茸的鲜味，所以最后呢我就直接焯水清炖的，我连盐都没有放。我自己总觉得哈，松茸好像是不是自身本身是带有一些盐分的，因为喝起来完全不清寡，出来以后简直惊艳到了，那个香味就完全融进了那个汤里
啊。那果然最好的食材呢，可能就需要最原始的做法。至于还有什么蒜香炒松茸啊、清炒松茸，我觉得都是很浪费的方式。虽然很好吃哈，但是相比于保留松茸原始的鲜美气息呢，我觉得这种方式就比较弱了。你还不如去外面买8块钱1斤的蘑菇回家炒，那毕竟松茸呢100多块钱1斤呢。以上呢就是我对松茸的了解，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哦。下期再见喽。